今天还是没有电话。已经连着好几天了，中间是出什么差错了？喂，老魏，最好来趟医院。西林的扶摇自杀了，还在抢救。西林自杀？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？你还好吗？没事儿。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吗？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子琪说。你们先聊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你没事吧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子琪，对不起。从小到大，我爸爸都特别疼我，我始终觉得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可他居然害死了你的父亲，还差点杀了你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西林，你别想太多，这是西坤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呢？我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但凡我早一点发现，事情也不会到这一步。还有黄叔叔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对不起自己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怎么不接啊？打电话不想接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西林，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才能帮你。我爸爸，他好像给我留了一笔钱，就在他自首之前，他把命要交给裴深了。但真没想到，这个裴深完全就是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，不但不给我命药，还一次次打电话威胁我。我已经算不清楚是第几通电话了。这样，你先接电话，至少我们要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大小姐这么怕我呀，连我的电话都不敢接了。裴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只要钱。这几年你爸确实待我不薄，有了他的资助，才有我的今天。但是我给你爸做牛做马这几年也是真的。现在你爸出事了，牵连到我，混不下去了，我要你爸留下的一半财产，不算过分吧？亏你还说得出来这样的话。我爸爸对你那么好，那么信任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今天我也把话跟你说明白了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可能给你1分钱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拍两散，谁也别想拿到这笔钱。银行需要你出面，命要在我手上。大小姐，今非昔比，你可别任性了。怎么办？
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谜样是真的？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时间地点我回头发你。我们究竟该怎么做？裴深一直为西坤卖命，现在突然转头敲诈西林，他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钱吗？25年的魏子期曾经跟我说过，凶手是裴深，而且这些天25年的人都没有联系过我们。想要得到双时空手机的人都已落网，唯独就只剩下裴深了。难道他的真实目的也是那部手机？裴深身上确实有很多让人猜不透的地方，我们必须得找到他。倪宁，你查一下裴深哪里人？临县。裴深的老家应该是这里没错。这看起来也不像最近有人进出过的样子。什么人啊？大哥，这是裴深家吗？裴深谁呀？不认识。他们好像很排斥外来的人。这村子太偏了，估计常年也没有个外乡人。我们来了，他们难免会警惕一点。那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打探一下裴深的消息。哎，大姐您好。大姐，你认识裴深吗？什么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问问别人去啊。姐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认识裴深？不认识。你好，我们是裴深的同事，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裴深？裴深是谁啊？咱村里有没有叫裴深的呀？俺没听说过，俺村里没这个姓儿。怎么样？他说这个村里没有姓裴的。没有姓裴的。什么裴深啊？这是于蛋。于蛋，啥时候回村的？不是大爷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于蛋。俺怎么可能认错了？你瞅瞅你这眼睛，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想当初你爸妈丢弃你的时候，你差点饿死，要不是我老伴好心给你点饭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你哪有机会被那个大小姐带回到城里头享清福啊？太，您真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于。没认错，我跟于蛋刚结婚不久，我们想念乡亲们，我就陪他回来探亲。哦，你就是原来那个看上于蛋的大小姐啊？哦，长大了，也懂事多了。当时你看都不看我们，嫌俺村里边又脏又臭。你那个时候抱着个什么琴，在那个车上都不肯下来。那时候正是村里边搞什么要开发，哎，你一句话就说俺村里边臭，你老爸二话不说就把俺这个村给淘汰了。倒是你于蛋得了狗屎运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裴深和西林还有这样一段前缘。西大小姐倒是挺会玩。你别聊这个了，怎么办啊？找了一天都没找到他，是现在回来还是？我们去裴深家，你们再去找找裴深的踪迹，然后回城里。走吧。他很早之前也跟我说过，他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。
我这次来相亲，是想请你帮我演一场戏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我想得到我喜欢的女孩子的认可。等我再优秀一点，我一定会跟她表白的。我没有机会说出口，因为她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默默地守护她。这个女孩会不会就是西林？如果真的是西林的话，裴深为什么还要敲诈西林呢？那么西林在这其中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现在其实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西林真的是无辜的受害者，裴深偏执地单恋着西林，西林毫不知情；第二，西林是参与者，他在说谎，他在利用裴深给我们演了一出苦肉计。这2种都有可能，只是我不明白，如果西林是参与者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你说回城是故意做给裴深看的？对，虽然他离开这个村子很多年了，肯定有很多熟悉的人，有很多的眼线。还有啊，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监控正对着他家的门口，很有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们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又过敏了吗？风铃花，这个泥土是湿润的，他这2天肯定回来过。拿走。没事了。来人了。别跑！站住！老了，还是让你们给追上了。大爷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谁啊？裴深呢？原来在于蛋家里面的是你们呐！于大人现在在哪儿？俺也不知道。刚才于蛋给我个帽子，让我到他家院里，说不要进去，要往回跑。如果事情做成了，就带我去城里发大财。还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，
从我们来到临县，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裴深的身影。是我大意了，他从一开始就在附近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别怕，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你，包括我自己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我不需要你给我有任何的反馈。你是知道的，当你第一次朝我伸出手，把那串风铃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了。我会为你扫除一切障碍，你只需要继续过你绚烂的人生，享受只属于你的赞美与掌声就好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，这样，我们分开走，啊，好，走，月下，月下，月下。裴深，你别冲动。你不该找到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来了这儿，就是这个结果。你应该知道，杀人的罪名可比敲诈勒索严重多了。你不知道吧？其实我很早就想杀了你了。当初闯进你家的人，其实就是我。还有在民宿周围来袭击你，也是我给了他你的房间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地下停车场。月下，要不是魏子期出现，你早就死了。为什么要做这一切？裴深，难道就是为了帮西坤拿到手机吗？当然，你这么聪明，能够找到这里，你怎么会猜不透呢？我在这里出生，好不容易被西坤带出去，我就是要成为上等人、有钱人。我做的这一切自然是为了钱，但就是因为你们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我总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认识的裴深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在生活中绅士周到。喝点热水吧，别感冒了。裴深，收手吧。西坤现在都已经伏法了，但是你还有机会回头，并且，你不是还有喜欢、想要默默守护的女孩吗？可惜他永远都看不到我。那是我为了让你信任我编的一个谎话。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？不，人在谈论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，神情和语气是没有办法骗人的。我能感觉到你很喜欢他，喜欢得很绝望，很痛苦，对吗？痛苦吗？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但你说错了，我根本没有喜欢的人，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钱。月下，魏子期，月下，裴深，你冷静一点，别动！好，我不动。你想要什么，我全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元霞。你们都找到这个地方来了，
我怎么还敢奢求你们放了我？最后的退路都被你们断了，怎么谈啊？魏子琪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是你对手。裴深，你别冲动。你别吵。好，我不吵，我们有什么事情好好聊，好不好？裴深，你别冲动，你要想想你喜欢的人。对，你想想西林，如果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或者这一切就是他指使你这么做的，你以为替他顶下来，他的双手就不会沾满鲜血吗？裴深，你不是在帮他，你这根本就是在害他呀！你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吗？所谓的敲诈都不致死，但你要真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还是会有机会的，不是吗？还有机会吗？没有了。我真的好累啊，我已经活腻了。其实我也挺想要那个手机，有了那个手机，我和他是不是就能像你跟魏子琪一样，有不一样的结局？但是没有如果。月下，月下，月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刚刚在悬崖边，脑海当中像走马灯一样，把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经历都重新过了一遍。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要活在当下，不留任何遗憾。那你听好了，魏子琪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。在即将坠崖的那一刻，我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，我很爱你。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. The time for you.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如果能一直这么平静下去就好了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就找一个海边，好好的住一段时间。魏子琪，如果当初我没去 MU 应聘，或者我就辞职离开了，或许现在我就会在海边租一间白色的房子，开一家民宿，早上起床可以去看日出，傍晚可以听海浪声目送晚霞。你想想那样的生活，是不是光想想
就觉得很美好。听起来挺好的，就是有一点不太好。哪一点？你的规划里面好像没有我。你是个意外嘛？我会等你，再晚我都等你。我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要活在当下，不留任何遗憾。那你听好了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，早已经确认，所有路程，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。我爱你，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，抱你更近一分。南夏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。小心翼翼徘徊你身边的身份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只要你的见证上天抗衡。从人海之中慢慢在靠近的我们，从分开之后依然在交汇的我们。裴深的死，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危机都结束了？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呢？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和袁夏，是不是都安然无恙了呢？喂，是我。你们怎么样了？我们都没事，因为你们解决了裴深这个威胁，所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结局。至于我跟魏子期，我们过得很好。和这个怎么摆吧？赶紧走。那你给我打这个电话，是想让我们销毁手机？我们回想了过去发生的这一切，起因都是因为这部手机。只要它还在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细坤出现。所以，我们一致决定销毁它。我同意。
这也是我爸想要看到的结果。双时空手机虽然可以改变过去，但也会让人一直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当中，忽略了最珍贵的当下。我们现在都好好的，就足够了，应该尽早让这一切都过去。那再见了，文夏。还有，替我跟他说一句谢谢。聊完了？聊完了。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我看看啊。我们已经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了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还一起露营。今天是你期待已久的流星雨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。正好我今天早上还查了天气预报，还有今天的光污染，今天肯定能看到流星雨的。魏子期，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拿萤火虫糊弄我。至少萤火虫也得给我机会啊！我顶多什么？先不告诉你，你总得给你家先生留点保密项目啊。神神秘秘。走了，看流星雨之前，先给我去个地方。我说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等我一下。试试看。在你还没回到我身边前，我的记忆里都是另一个时空元夏和魏子期的甜蜜回忆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们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要跟你把所有事情再统统做一遍。必须要赶超他们。我还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。哎，先生你好。我是您预约的摄影师，这次的拍摄风格你有什么要求吧？来，给您看看。你什么情况啊？这么突然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圆圆，我现在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还准备什么啊？二位，咱再靠近一点啊！来，来，两位稍微笑一下啊，不要害羞，自然一点啊。好，哎，我看一下啊。元夏啊，我给你讲一个笑话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又黑又红又白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害羞的斑马。好冷的笑话。放轻松一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有了有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很美。哎，太棒了！哎，这个状态啊，咱们再来几张啊。两颗心距离有多近，才可以彼此感应？我想解开这谜题，看着自己压抑着呼吸，只换来几秒平静。You go, I feel my feeling, I feel my heartbeat. Do you know my feeling? Do you hear my heartbeat? Is this a journey? Is this a heartbeat? I
I wanna know. I feel my family, I feel your heartbeat. 怎么样，感觉？挺好的。下一个路口右拐，右拐之前需要干什么？先打右转向灯，然后看后视镜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变道，再右转弯。小心！别下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接了个电话，西坤去世了。此前他还承认是他教唆裴深对你下的手，还有我爸的心脏病，也是当时他把药给扔了。魏子期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没事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西林，一次都没有探视过西坤。西林的某些举动总有些耐人寻味。之前裴深的事儿，我们还没有探过他的口风。魏先生，哎，你们来啦。其实今天叫你们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想说在出国之前当面跟你们告个别。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吧，东西马上收好了。其实其他的不带倒也无所谓，主要就是我这些琴谱，都是我从小到大一点点收藏起来的，扔了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哦，对，裴深的事情还没好好谢谢你们呢。从那之后，他再没打电话骚扰过我了。裴深死了。他是自杀的，我们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上一秒还在不惜绑架的人，下一秒就会突然自寻短见。直到我们在他家看到了很多你的照片。我的照片？你国内所有的音乐会，他全都去过，还留存了很多现场的图。西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裴深其实是喜欢你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没见过他，而且甚至之前都不知道我爸有这么个下属。不会是一直躲在什么地方偷窥我吧？我知道，因为我爸的原因，你们难免会怀疑我。可是子期，你应该是了解我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
你们先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啊，去吧。喂。喂。手机还不能销毁。这谁动的手？是西林。果然是他。其实一开始我能明显感觉到，裴胜是想拉着我一起死的，但因为你提到西林，刺激到了他，在坠崖的瞬间，他推了我一把。没想到裴胜那么疯，之前在公司看他还斯斯文文的。毕竟是西坤调教出来的人，或许他想要的，根本就不是钱和时空手机。难道他是为了想要守护对他很重要的人？那这个人有可能是西林吗？可以试探一下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月下，告诉魏子熙，我最不应该的就是让你开车。我不是个好教练吗？不该教你那么开车。子期，哎，手机不小心被我摔坏了，怎么办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反正也要马上拿去销毁了。明天我去公司处理一下，一会儿用不着了。嗯，没事儿。西林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这收拾的都差不多了，你们在就好了。电话里说什么了？手机暂时还不能销毁，它还另有用处。是谁出事了吗？你知道现在的感觉特别像是在开盲盒，只是不巧的是，这次是我中签。是因为西林？就在观星站山脚下的那个岔路口，我转弯，他逆行，2辆车垂直相撞，我当场死亡。1年后的你还让我转告你，说他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让我开车。说他不是个好教练，不该教会我那样开车。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顶多算是倒霉，被一个疯子给盯上了。说起来，这西林对我还真是够执着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跟我殉情呢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。我刚刚在西林家的走廊里看到了很多的礼物。这些都是我们大小姐给她朋友准备的生日礼物。那怎么都没送出去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些礼物都挺贵的，她时不时就会过来看一看，都不让我们乱碰的。她是不是每年都会给你送一个生日礼物啊？但是全都让我退回去了。你确定每一年都退回了吗？我爸去世的那一年，我不太清楚，我那年过得浑浑噩噩的，也顾不上这些。当年收到的礼物都跟我爸的遗物缝在一起了，不然还真找不到。兔子七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今年最喜欢也是最满意的一份礼物，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西林。等等，
是我编的手链，我亲手编的，也是在你生日那天晚上，我亲手交给恒叔叔的。这个手链是我自己编的，您先戴着，等您见到哥哥了，帮我送给他，祝他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。好。我爸不会把你给我的东西交给西林的。那这个东西怎么落在他手上的？总不可能是他恰巧捡到的吧？不可能，西林那样的人，他不会把随手捡到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也是，这就太奇怪了。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很好解释。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凶手，一般在杀了人之后，会在被害人身上取一个物件，当做战利品来收藏。你的意思是，恒叔叔？不可能呀，他们无怨无仇的。我也只是个猜想，你听对不对啊？1年后的老魏打电话来说，西林是2025年杀害袁夏的凶手，对吧？那他的动机就是因为你。那同样，他对你爸动手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你。之前我在心理学课上看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的案例，那个凶手为了接近他喜欢的人，就把对方的全家都杀了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喜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能也只有依赖他。这不有病吗？啊，对啊，这在医学上就是病。而且西林当时住院的时候，我们给他做了心理评估。我记得我同事当时跟我吐槽说，西林是他见过最自我的人，根本不可能自杀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是西林害死了我爸，那他还挺厉害的。所有的罪名全都让西坤还有裴生给背了，他一点事儿也没有。他会有事儿的，我会让他露出马脚的。按照邢医生分析的来说，如果西林是反社会人格，那他肯定不会容许我就这样继续留在你的身边。还有上次在临县，裴深出事前打的那通电话，对面应该就是西林。当你第一次朝我伸出手，把那串风铃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了。所以西林才是真正想要杀我的人。如果没有猜错，他已经知道了双时空手机的存在，所以在杀我之前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切断我们和未来的联系。怪不得在西林家，你是故意让他知道我们要销毁手机，逼他动手。对，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手机被销毁，没有任何行动的。当然，手机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要抓到他杀人的证据。袁夏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是我不同意。如果他真的像我说的那样，那他真的很危险。我们可以再想一想，或许还有其他的办法。他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他不是要杀我吗？那就让他来杀呀！只是这一次，要让他按照我们的剧本来杀我。不行，子期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不想让我冒险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从我们第一次试图改变我的结局到现在，每一次的徒劳无功，好像都在告诉我们，事情已经成定局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宁愿冒险，也不想再胆战心惊下去了。就在观星站山脚下的那个岔路口，我转弯，他逆行，2辆车垂直相撞，我当场死亡。1年后的你还让我转告你，说他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让我开车，说他不是个好教练，不该教会我那样开车。开车，那样开车。如果当时是魏子期发现了危险，小心！
他一定会让车左转，让自己这一侧迎上西林的车，而袁夏为了保护魏子期，也一定会让自己的这一侧直逼西林的车。西林当时一定没想到，袁夏会保护魏子期，让自己这一侧去迎接撞击。这么来看，西林想杀的其实是我。从我们第一次试图改变我的结局到现在，每一次的徒劳无功，好像都在告诉我，事情已经成定局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宁愿冒险，也不想再胆战心惊下去了。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吗？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。万一西林拿到手机，把手机毁了怎么办？毕竟如果我们没了手机，就没法改变袁夏死亡的事实了。还有就是，怎么能让西林没有怀疑的拿到手机呢？如果他真的想拿到手机，就一定会利用晨晨。晨晨，他是魏子期的行政助理。不行，只要西林开音乐会，我们粉丝后援会一定要全力支持。行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小夏姐，你是西林粉丝啊？对啊，我可是他的粉丝后援会会长呢。之前我们去医院看西林，《床边鲜花》里的明信片，落款就是晨晨。如果西林想要偷这部手机，一定会通过晨晨。那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难题，如何让1年后的魏子期来配合我们的计划？通个电话就知道。现在有件事儿想要跟你说，可能需要你来配合我们。大概的计划就知道了。及西林犯罪证据唯一的办法了。我不会帮你们，因为这样太危险了。难道他也同意了？就算是为了报仇，也不能把你推出去当诱饵。这不关魏子期的事儿，是我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。而且我们已经想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你只需要假装不知道手机在西林手里，跟他打电话，预告我的死亡过程就可以了。那你们要怎么解决进到冷库后，低温还有风铃花过敏带来的致命危险？永生花就不会有花粉过敏反应。至于冷库，我相信妮妮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帮我转告他一句话。魏子期说让我转告你一句话。我知道他最后悔的是什么，我不会让这件事再度重演。你就这么说，他会帮我们的。他说他知道你最后悔的事儿是什么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再度重演。放心，他们跟你一样，他们会尽全力保护好我。进。夏夏姐，财务部喊你去开会。啊。走吧，走吧。文夏，你坚决说过吧，就跟爸爸说的。你对我的爱没有改变，还是我们在12月30日被关在无法救援的冷库。当时我为了拿到西款的罪证，假装跟西林离婚。
我自己来。魏子琪，我知道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。一开始你没有说话，我还以为是骚扰电话。但是当我挂电话的时候，我听到你那边喊我圆圆。刚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我经过花鸟市场看到鹦鹉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你就是阁楼的小哥哥，对吗？你一直知道我是圆圆，对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，你在酒店等我，我去找你。子期，你好啊。走吧。嗯。小姐，请签名。哦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圆圆小姐吗？嗯。有位先生让我转告您，他在西餐厅等您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子期，你放心，你说的这个死亡方式我很喜欢，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完美的婚。相信爱能转动。